还有入场啊？坐这儿吗？第一反应啊，是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？第二反应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歧义嘛，我很怕，就是大家会因为有歧义的东西而把注意力全都转到有歧义的东西上，然后没有再关注内容本身。我们的困境可多了，你想先从哪开始听呢？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作品，你有多知名跟你有多被别人认可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第二个问题是成团的时候，当时就在说我们要花1张专辑、2张专辑的时间来寻找风格，但是很明显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找到。我的工作和我的学业，其实平衡起来是很困难。有很多东西还是可以做的呀，我还是那么觉得。我说人会成长，所以你要说困境的话，就是你在没有办法打破规则的时候，你就顺应。有些困境可能也不能叫困境吧，对，只是可能你现阶段并没有那么适合你，可能过1、2年就好了。我觉得流量只是一个衡量标准而已，它有点像一棵大树的根儿，但这个根儿其实应该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扎在那儿，但这些根儿其实长得并不深，就是你添上再多的叶子，这树有天会倒，那添上这些叶子没有用。其实我觉得挺正常，我也不希望我自己长大。我们在一部分意义上是大家的心理投射，大家想看到我们最单纯、最真实，然后最热血、最意气风发的时候。对，因为你也会长大，他可能跟你同龄，然后他现在慢慢的也长得跟你一样的年纪了，你一定也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境是什么，你一定也有想回到小的时候的。肯定需要，因为大家也会成长，我们也会成长，所以就一起继续成长好了。我没法这么觉得，是因为我还要继续进步，没有办法告诉你说，我觉得我们的演唱会做得好，或者说我们的歌做得很好，是因为我没法这么告诉你，我是在做这件事情的人，我是一个输出者。我如果我自己都觉得这件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话，那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还真没有。我觉得做这个东西有意义。这采访也太 emo 了，好久没采过这么 emo 的采访，算是啥时候？台风蜕变之战可能是。我想说点题外话，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未来要往什么样的方向走。我跟他们的关系就六年多了，他们对我来说是亲人，他们在有的时候比我爸妈还了解我，因为难处很多也很难解决，很多事情，所以我其实今天特别好奇你问出来干嘛，因为问出来也解决不了。解决不了和解决不了，但是我得先发现问题，没有一个明确的问题。而且我觉得有在继续往好的地方努力了。我觉得只要是在往好的地方努力，我觉得哪怕慢一点其实也没关系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长大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对，你会遇到很多你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，然后把你的三观打碎，然后再重组，然后变成了一个新的你，然后你又遇到下一件，然后你又变成了下一个你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你又不断的变成了新的你。然后不知不觉间，你已经进入成年世界。你会发现成年世界就像我刚跟你说的，我说推倒一座墙，然后一定还会有下一座墙，一定会有，因为不然你告诉我你一直不去推它吗？你总有一天你会想把它推倒，然后你再继续往前走。
因为这不就是生活的经历嘛，就是你一定会这样子，你会克服一个困难，然后再往下一个困难，听起来有点中二，但是好像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就唯一一点建议就是，没事多看爸妈。我或者说我觉得朋友不一定多，但是请一定有几个交心的，你觉得无话不谈的人。至于别的的话，无非就是选择。那我就希望你选一个你觉得不后悔、一个体面一点的选择，然后去继续往下走就好了。我跟之前不一样的是，我之前是在意气风发，但是我现在可以选择我什么时候意气风发。我觉得可能本身这次采访，不管它效果怎么样子吧，现在已经想到它的效果会什么样子了。我期待下一次有这样子的问答出现，虽然它很让你思考一下你现在的团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的，那我觉得这样很好啊。人就是有的时候要回头看看之前，然后再想想未来该咋做。